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博。在战队最困难的时候负担运营费用，结果在战队夺得 S 冠的时候被踢出大门，这究竟是不是英雄联盟职业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冤案？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DK 战队的中国老板被韩国代理人骗走股份这一件事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S10 世界赛冠军 DWG 在夺冠的时候被爆出是史上最穷的冠军战队，基地环境简陋，没有康复师，没有营养师和煮饭阿姨，更没有营销，日子可以说是相当的朴素。5位主力选手甚至睡在一间房间里面只有2张上下铺，身高最高的 New Green 只能在中间的地板上打地铺睡。DWG 战队原来的投资方确实不是什么大老板，而且还有资金压力，于是就谋求出售战队。这个时候就有人引荐了中国买家， PDD 也在直播里面说过自己当时考虑过要不要买 DK， 但最后还是被一位中国朋友买下了。那么到底是哪位中国老板买下了 DK 呢？看看 DK 在 S10 世界赛的队服就可以知晓答案，上面印着 Blue Sky， 就是这位中国老板的名字，蓝天。蓝天是一位热爱英雄联盟和赛事的玩家，他希望将爱好和工作结合，于是想做一支战队。在竞标 LPL 名额失利的情况下，蓝天将目标转向 LCK， 在2019年成功以30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全资收购了当时还不是冠军的 DWG 战队，还赠送了 10% 的股份给在中间搭桥牵线的韩国合伙人。后来因为韩国合伙人表示韩国拳头不喜欢中国资本投资的战队，所以蓝天出于对俱乐部的发展的考虑，同意了让韩国合伙人代持股份。因为 LCK 那边肯定不喜欢中资的战队，中国老板请一位韩国代理人来代持韩国战队也没问题。但是没想到这就是战队被骗走的开端。这位韩国代理人在未经蓝天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出售战队股份，结果战队被 DWG 原老板和新的韩国投资方瓜分了。等到蓝天发现的时候，肯定是想追回财产，没想到此时所有韩国人都翻脸不认账，声称自己完全不认识蓝天，还表示蓝天是因为 DWG 夺冠而上门碰瓷的中国人。就连 DK 官方都发布了公告，称战队投资人里没有中国人，也就是说蓝天在 DWG 最困难的时候负担运营费用，结果在 DWG 夺冠的时候被踢出战队，这谁能忍？所以蓝天开始使用法律手段。其实一开始蓝天是不想曝光这件事的，因为会影响到 DK 战队的声誉。但是没想到即使聘请了韩国第一的律师事务所，2年过去，起诉进展还是很慢，甚至律师建议他接受现实，及时止损，放弃所有收益，能追回3000万本金就不错了。所以蓝天只能曝光这件事，寻求舆论的帮助。在阿博印象里，这已经是这件事的第3次曝光了。第一次是易峰的披露，第2次是人民电竞的文章，第3次蓝天亲自下场。他已经不对韩国律师和拳头的韩国分公司抱有希望了。这次是请求英雄联盟官方和拳头官方介入调查，他愿意提供所有的证据配合。虽然法院或者拳头官方都没有下最终的裁定，我们不能定夺蓝天就是 DWG 真正的老板，一切都存在反转的可能。但是冲他如此积极的维权，晒出的种种证据，主动请求拳头官方介入来看，真金不怕火炼，阿博愿意相信他的陈述。这件英雄联盟职业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冤案，后续究竟会往怎样的方向发展？蓝天能不能顺利接回战队股份，还是说像韩国律师建议的那样，仅仅能追回3000万本金，亦或者是千金散尽，最终为 DWG 做了嫁衣？一切都只能看后续的发展。阿博也会继续关注这件事，如果想看后续，可以点个关注。值得一提的是 LPL 夏季赛季后赛 LNG 以3-2的战绩击败了威武，实现了1穿3，其中上单阿乐再次表现出色，整个 BO5 中都压制了 Rich， 还有单杀的精彩发挥。可以说季后赛的阿乐和常规赛的阿乐
打得像是2个人。而就在晋级4强拿到复活甲之后，阿乐也在微博上透露了自己拿到了工资， LNG 没有拖欠工资了。消息来自 Tarzan 的个人微博。在击败威武后， LNG 全队都很开心， Tarzan 更是直接发文表示，要不阿乐请客？很快阿乐本人也现身评论区，表示刚发工资可以请客。很多粉丝也纷纷调侃阿乐，原来是 LNG 发工资了，难怪阿乐变得这么猛，工资到位，冠军干碎。同时前 FPX 打野西叶也表示，发了工资的阿乐战斗力直接爆表了。另外还配上了一张 Dreamby 和阿乐拥抱的照片，阿乐看上去一脸满足。之前阿乐在常规赛阶段曾经替补过一段时间，当时他在直播间中就吐槽 LNG 拖欠了几个月的直播工资不发，自己后悔续约了，在转会期放弃了7位数的合同，选择留在了 LNG， 后面应该不会再上场打比赛了。但是没想到替补上单潘大 C 表现离谱，上路把把被爆，对线团战都是一团糟，不得已阿乐再次回归首发。而回归后的阿乐也逐渐找到了节奏，进入季后赛之后一直都打得很好，和 BLG 的比赛中虽然被并压制了，但是后面也没犯太多的失误，而和 WBG 威武的比赛中直接压制泽晒和 Rich， 对线期和打团的作用都比这2个人大，个人状态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了。因为之前阿乐直播吐槽过 LNG 拖欠工资，所以这次回应发工资了，很多人就将2件事情调侃到了一起。虽然说阿乐状态变好不完全是工资的原因，但是 LNG 这波工资发的还是太到位了，直接把阿乐的状态拉满了。进入4强后，虽然有了复活甲，但是对手的实力也更加强大，期待阿乐在后面的比赛中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吧。也很期待看到去年世界赛上那个阿乐再次回归。季后赛已经进入4强战，目前势头最猛的反倒是后面打上来的 EDG 和 LNG， 他们排名并不是很高，却战胜了排在自己前面的队伍，只能说常规赛和季后赛太不一样。接下来就是第1、第2名 TS 和 GDG 了，幸好他们都有复活甲，哪支战队输了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日 TS 选手也努力起来了，看得出来选手们是真的急了。跟 EDG 打比赛之前 JK Love、Net 都 rank 到了凌晨4点，尤其是 Net， 他找到了 GDG 选手牙膏，练习自定义阿兹尔、阿离，还有 JK Love 在练习自己擅长的泽利、德莱文等等英雄。因为这一次比赛 Light 5把都拿了泽利，足以证明这个英雄的版本强度， JK Love 练习也无可厚非。跟他们相比 EDG 选手更放松一些，大都是 rank 到了凌晨2点就结束，养精蓄锐准备接下来的比赛。那么 TS 和 EDG 的对局，哪个战队胜算更大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